2024年1月6日，本源悟空正式上线，直接向全球用户免费大放送。这令很多人不解，我国辛辛苦苦研制出来的最新量子计算机，为啥免费给全世界使用？这不纯冤大头吗？这里是知识天地，别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本源悟空究竟是什么东西，再说说我国免费向全球开放背后的良苦用心。量子计算机这东西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本源悟空就是咱们国家科研团队研制出来的最为先进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并且它可不是什么实验性项目，人家已经具备了可编程可交付的能力。简单来说，与其他在研项目相比，本源悟空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系统了，它现在已经具备了成为稳定生产力的能力。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量子又是什么东西呢？这就得追溯到100多年前了。1900年，为了解决黑体辐射问题，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一个能量最小单元的假设。在他的眼中，能量是有最小单位的，而他就将这种最小单位命名为量子。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量子背后大有可为，于是乎就逐渐演化出了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等应用方式。然而，中国在量子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好在科学家们足够给力，这才给了我们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量子计算机有多强？能超越美国吗？量子技术在早期才开始应用的时候，和其他高科技领域一样，被老美率先抢占了市场。2023年2月的时候，谷歌公司的技术人员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表示他们在量子计算方面又达到了新的突破，那就是量子纠错。纠什么错？给谁纠错呢？答案相当简单，传统计算机啊，计算机也会犯错，不然咱们的电脑蓝屏是怎么来的？要想证明量子计算机优于传统计算机，其实也没那么难，只要量子计算机能够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了。后来谷歌团队又在计算时间上实现了突破，他们仅用了6秒的时间，就利用量子计算机完成了一组传统计算机需要47年才能计算完成的数据。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量子计算技术已经在时间与精度上完成了突破。可是算得快、算得准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在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用呢？量子计算机的应用模式非常的多元，咱们今天只聊冰山一角，那就是网络安全。所谓的防火墙，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无数数据流之上的。只要有了量子计算机，不管数据多么复杂、多么庞大，它总能赶在传统计算机之前完成所有的计算任务。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所以说，为了信息安全，咱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量子计算机的探索。要想实现量子计算机的自主研发，有2座大山是必须要翻过去的，一个就是超导量子芯片，另一个则是量子计算测控系统。经过无数人的技术攻坚，咱们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72位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198个量子比特的规格，也意味着我国已经具备了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202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本源天机正式问世，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实的盾两相结合，成功将咱们国家的量子计算机运行效率提高了数十倍。中国本源悟空免费向全球开放，究竟谁才是冤大头呢？我国最新研制出来的第3代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在2024年1月6日上午9点正式面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这就令很多人感到不解，国家最新研究成果非但没有以最高保密级别保护起来，反而面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我国的科研人员总不至于高兴到了昏了头吧？一些西方国家嘴上还硬着，口口声声说不相信中国有自主研制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身体却诚实得很，老老实实的注册用户，输入计算任务，有的人甚至还运算了好几次。截止到1月15日上午10点，本源悟空已经进行了33871个运算任务。更有意思的是，对中国量子计算机兴趣最大的竟然不是中国人，来自6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都对本源悟空进行了远程访问，美国用户更是占比第1。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心中难免有些愤愤不平。美国禁止中国访问你们的量子计算机，甚至还对中国进行了一连串的技术封锁。我们既往不咎，向全世界免费开放，你们倒还厚着脸皮跑过来体验了。
中国自然不可能放任其他国家来咱们的地盘上捡便宜。咱们的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限时免费开放，其实有着各方面的考量。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数据源问题。本源悟空刚刚发行，正是需要大量数据来验证计算准确性以及运行稳定性的时候。如果仅仅靠咱们自己搞定这些测试的话，那真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面向全球免费开放，可以为咱们的科研团队省很多事儿。另一方面，中方也可以通过对方的数据、计算进程以及最终结果，了解到其他国家在量子计算机领域的发展进程。古人说得好，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最后咱们也得上一上价值，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但是科学是无国界的，在很多时候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我们如今向他人伸出援手，也希望来日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有人向中国递来橄榄枝。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